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720年的实况转播。在今天12月8号的中午1点钟，我们在国立彰师大的体育馆为大家送上今天第二天赛程的第一场比赛，将是有2支连胜的队伍正面对决，是由云林美金龙要出战连庄排球队。那当然，云林美金龙呢，在目前是取得3连胜呢，在连庄部分呢，过去2天呢，都是击败了彰化的三大有限的，取得2连胜的一个战绩啊。所以我们看到战绩的部分呢，连庄来到8胜2败，那台电石油同样也是8胜2败，而美金龙的部分呢7胜4败，那彰化三大有限是3胜8败，桃园海产呢是3胜5败，而台北康体呢是1胜9败。好，那当然在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林立静以及我们身旁大家熟悉的梦话来为各位服务。梦话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对，那刚刚有提到2支球队呢，现在近况都不错，尤其是美金龙的部分。没错，对，因为其实他们已经连续了蛮多周的比赛了，对，所以他们都有着很高亢，而且他们大专杯要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这个战斗力是非常饱满的。对，那相较于2队昨天的一个比赛内容，那云林美金龙是3-0击败了这个桃园台产。那在连庄部分呢，跟彰化三大有限是打了1局大战啊，所以我想2支球队在昨天获胜的内容是截然不同啊。当然，彰化三大有限回到主场之后呢，感觉战力是提升，也带给连庄很大的威胁。那美金龙如同这个梦话刚刚讲的，已经要进入大专杯，其实备战的这个状态是来到了一个比较高峰啊，所以梦话怎么看这场比赛？因为在今年其实有过一次的交手，当时连庄是以3-0击败了美金龙，而且比数还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已经经过1个多月，那我相信美金龙已经准备好了要来挑战连庄。对，因为其实今年非常如果大家都有在关注比赛的话，其实每一队的状况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对，尤其像是人的转换、人的汰换，其实对于今年的整个企业联赛来讲，说是非常的截然不同。再来就是他们队中啊，其实也很多人是可能比较生疏嘛，比较没有上场机会没有那么长的选手，现在今年必须要站在先发的角色哦，对，所以我在想他们在这部分呢，都还是在努力的磨合当中啦，对。好，我们看到今天的1裁跟2裁分别是曹宇以及陈姿琪2位裁判老师。裁判陈姿琪先生来自基隆市。第1次线员国家 A 级裁判吴正宇先生来自台南市。那2位司线员呢，分别是吴正宇以及蔡义成。台南市。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郭茂璇先生来自高雄市。2位审判委员跟技术委员分别是郭茂全以及尤能阳，2位资深的老师。为您介绍双方球队先发阵容，首先是云林美金龙队，1号洪荣发，10号张佑成，11号林家伟，15号许瑞恩，16号李俊佑，77号温义凯。第6球员3号苏宏泽，教练陈炫瑞先生。接下来为您介绍连庄队，3号柯凯杰，6号吕江耀凯，9号施朗，10号高伟成，11号卢宗轩，15号汪炳勋。第6球员16号张云亮。领队连华荣先生。执行教练林凤庆先生，教练简伟伦先生，教练吴兴汉先生，管理李梦涵小姐。好，那这一场连庄跟云林美金龙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那刚刚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小高，昨天确实状况不是很理想啊，只打了1/3局下去休息，昨天没有得到任何的分数我们来看到双方的先发名单啊。那在云林美金龙的部分，包括10号的佑成、16号的俊佑，那1号的这个八哥，那包括了易凯、许瑞恩、林家伟，那2位自由球员是苏宏泽以及李鹤轩。那在先发连庄的先发部分呢，包括了庄炳勋、柯凯杰、施朗、吕杨耀凯、吴宗轩、那小高、吕庆宏以及阿亮2位自由球员。好，
但现在温以凯的状态是非常好啊，是目前大会的得分王，但是以状态来看呢，施朗其实完全不居于下风。昨天施朗一口气是拿了35分，创下本季新高。没错啦，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其实昨天施朗是打满5局了嘛。对，而且其实每一队在于战绩来讲，其实都还没有那么的看得那么准，因为每队也是会有休赛周的部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战绩都还不太稳定哦。是，对。好，来看美金龙的第一次发球，做了破坏之后，施朗来了。对。那昨天包括施朗跟宗轩啊，都拿下本季的新高啊。那施朗是35分，宗轩是24分啊。因为昨天的这个小高状况不理想，所以昨天小高在分数上是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是因为其实状况不好的话，其实也是会让人来去交替的去打，就我觉得换一个球风，其实对整个队来讲也是会很好的。好，来看一下发哥，哇，这个重锤啊！发哥昨天拿了6分啊，上一次对上连庄呢，他个人是拿下了8分。是。好，俊佑的发球，1比1。哇，这个直线守住，云林美金龙过渡，抢 spot， 做长攻，哇，可惜没办法垫高啊。对，现在这个开局哦，连庄整个是非常攻击力十足哦。哦，所以一边是施朗，一边是宗轩啊，两大得分主力啊。快攻被拦住吗？结果是落到了界外。对。不过确实要知道说，像在连庄这边的吕江耀凯哦，确实是一个点非常高的一个中间手，所以他们在运用快攻的部分的时机就要注意一下哦。如果你在接发球第一波，对方拦网都没有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举快攻其实很容易被对方拦阻到的哦。发哥的发球，把包吃掉。哦，美金龙连拿了2分。是因为其实在连庄这边的小高接发球，确实一定是每一个队的对象。没错，对，被针对了。是，毕竟又是大炮手哦。阿亮接起来，修正小高。哦，这一球有碰到，哎，小高在昨天啊，是他本季第一次单场没有得分。是。哦，那过去的9场比赛，他平均一场比赛大概是拿9.5分左右，但是昨天状况不好，所以昨天并没有打太多的时间，所以没有在分数上有贡献。今天的攻击拿下了分数了。小凯，哇，确实也是高打点哦。对。小高就总是运用不是小温，小温两个都小，对，小温他们确实，小温跟小高的状况其实打攻击模式有一点像啊，都比较像是用力跳、高打高举的。不过现在小温就确实还是会运用一些拦网他举out啊，或是小球的运用哦，对。好，目前的得分王啊，平均每一局也是得分效率最高的球员。哦。输给中轩在2号位啊！昨天其实中轩对上彰化三大有限，在2号位就打得非常的顺手啊。对，不过中间还是有几颗是跟举球员上搭配是有一点问题的、哦。对，看今天他们的沟通会不会稍微好一些。目前4比4。啊，中轩的发球可惜挂号网。哎，这边的发球同样也送分了，是长了一点。
打了他拳，发哥。对，发哥一直都是阵中非常稳定的选手哦。对，虽然昨天的得分的分数没有到过高，不过他们昨天确实每一位的攻击手都是发挥非常平均的哦。对，因为昨天发哥只拿了6分，比较客气。那对，客气了一点。温义凯是拿22分。对。这球被压回来之后，还在连庄这一边，没有局面是让吞下去了。稍微比较可惜的是拦网的手型，拦网的手型稍微可以再做得好一些哦。黄秉勋的发球，哇，这个直线打得精彩啊！八股的右城哦，对。右城昨天也拿了12分呢。对，昨日的美金龙确实每一个人的发挥都是非常有一定的水准哦。给施让高打点的斜线没办法救了。那嘉伟已经跑到了最边缘的位置啊，但是球喷掉了。是7比7。被拦死了。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在接发球第一波，而且球其实有到位的状况下，对方的拦网的一直看着你们哦，所以只是举在他面前，就变成是在小凯这边就很好拦网。还有吗？没办法。是。哇，拼了啦，连庄，但是没办法垫高啊。这一次还有施让过渡啊，打了他球。今天感觉是发哥要爆发的。对，昨天得分得太少。对，想要多举给我一点球，我也可以得分的。回到俊佑的发球，9比8。确实，这个感觉在中轩，感觉像是在又是这种自由攻击。哇，没有配好，对，没有配好。好，凯介再给中，哇，这次小高被拦住了。哇，阿花。发哥今天在第一局表现得非常亮眼了，攻守两端都有贡献。哇，这个发球又破坏到快攻，好垫过去，对，稍微有点低哦。转成直线，裁判是判了一个 touch out。对，来看一下是不是要挑战？是，因为中轩这边是说他没有 touch 哦。沃斯林的加油团。对，家人都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是，应该是完全没有碰到哦。好，连庄挑战成功，双方又平手了10比10。
两支近况非常不错的球队啊，正面交锋啊，目前在第一局你1分我1分啊。好，吕江耀凯的发球，掉一个被拦回来。啊，还是扛，应该是 touch out 哦。在第一局，巴哥是火力大爆发了。是。小文的发球，小高防守好球哦。做给钟轩吊球，被拦回来，再做一次。还有啊，太急了。后排来一个，哇，对，哇，等于是铁三角啊，不管是小高、钟轩、施啦，对，每一个人都打了，对，每一个点都是点，对，完全都没办法放掉的，没有办法放松。是。好，中间的发球，12比11。还有转成支线，好球。右城的进攻拿下了分数，再将比分追平，12比12。人，哎，被拨回来，哇，可惜落在了界外。对，因为小高应该也知道这一颗的修正球稍微有点靠网哦，所以打了一个技巧球，拨去了 touch out 哦。小高发球13比12。往上球，修正。哇，施朗真的打得很聪明啊！对，虽然说跳起来的重心已经不是很稳定了，但还是做了一个处理球。那在美俊这边拦网哦，确实也跳得太早，跟着施朗这边一起跳哦。哇，小高的发球跨网，13比14。突破，对，也注意到，再掉一次，太高了。哇，他的这个打点真的非常非常高哦。是我们现场很明显看到，他跳起来其实根本就是在拦网的手上，在上面。对，确实真的不好守哦。哎，结果我们看到连庄连续2次的发球都有状况。发球也长了。对，其实两队目前第一局来讲，这个开局哦，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哦，都还算是你来我往，然后整个专注度还是有的哦。这次巴克就被拦死了。对，嘉伟这颗的举球稍微有点靠网哦。那因为巴克其实也不是特别高的选手，给他那么靠网，又面对前排这个施朗哦，确实是很难突破的。对，所以我们看到美基隆现在是落后3分，也是在第一局
目前差距比较多的一刻，所以马上喊出了暂停。那现在17比14领先的是连庄。暂停回来，由连庄来发球，凯杰。还是交给小温啊，来处理这一次的攻击。对，小温在整个攻击的手法一直在不断改变哦，造成对方的防守上确实是在整个防守阵型来讲，其实也很难站位的哦。没接好哦，结果做修正之后，对，稍微有点靠网，对。对，通常其实这个状况哦，其实最好是大炮的人，这可以先跟着举球员，然后那如果举球员举起来，中间手还可以补拦中间的攻击哦。是，对。哇，同样也是单手修正回来了。对。那嘉伟跟凯杰两边的举球员。接发球，修正，老二。啊，长了。是。哎，是不是要挑战？对，连庄这边要挑战拦网触，是触网是。老师让很快的反应给教练团。加油区啊，不管是美金龙跟这个连庄的球迷，没错，对，势均力敌啊。是。那当然，目前场上的分数同样也是你来我往。看一下这一次的挑战。确实可能在裤子下半身的部分有触到网子哦，对，所以挑战成功，连庄今天的挑战在第一局都收到了效果。好，这时候把宗宇给换上来，吕江耀凯下去休息。好，5号司令上来了。对，听到声音其实就知道他被换上场了。对，哇，这个应援团非常非常热情，是连我都想要去做那一群了。对，下次一定要安排。是。对，感觉在这颗巴库的配合上哦，就有一点问题吧，因为感觉像是小文这边进的有点早哦。啊，对。是蒙泽也没有办法把这球给化解掉。那连庄再添1分，20比16，这是双方在第一局的最大分差。哇！第一次的进攻，哇，可惜，稍微有点可惜哦。对。好，再喊出了暂停，云林美金龙。那现在被连庄打出了一波3比0啊，所以双方来到了5分的差距。
美津浓已经喊过了2次的暂停。好，小温下来休息，把何金威给换上来。60多个发球。打了一个角度，被守住。小高来了，对，也是高打点哦。在第一局连庄的铁三角啊，小高、宗轩还有施朗的得分非常的平均、啊，是，每个的对，现在是取得优势。对对对对对。好，金威一上来呢就有表现。修正球，东轩的处理还是打。哇，找到了空档哦。对。2号、4号为美津浓连续拿了2分。对，因为其实主攻手本来就必须要具备这种要打任何的球的一个能力哦。对，好球也要打，其实不好的修正球其实也要去处理哦。落在界外。哇，这一下锤得非常的用力啊！我不知道大家看比赛有没有觉得很可怕？我在现场看是觉得蛮可怕的。光听这个声音，对，就知道有多重了。对。吊球。哇，没有人跟着啊，很可惜哦。几波在搭配上都不是那么理想。好，所以连庄呢在第一局现在出现了局点24比18。连庄的机会，小高斜线拿下了分数，所以在第一局最终还是由连庄以25比18收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了云林美津浓。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
活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g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欢迎您再回到云林美金龙跟联庄之战，双方在第1局的数据表现，当然云林美金龙在拦网还有失误的部分呢，是他们在第1局表现的比联庄在更逊色一些，所以在失误过多的情况之下呢，最终还是由联庄在后半段拉开了比分以25-18拿下的第1局。对，其实，在云林美金龙这边，其实他们第1局其实也不是打不好，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些比较零星的一些失误哦，然后以及在攻击上可能突破力没有像联庄来的这么好，所以才导致第1局是没有办法得胜的哦。对，那我们看到联庄当然他们的得分铁三角在第1局的表现太平均了，施朗6分那小高4分，中间3分反观在云林美金龙这边的小温在第1局的分数没有起。对。看一下双方的第2局，联庄由凯杰先来发球，修正球，好，正面处理过去，对，这是联庄的机会来了，是了。后排来一个，有了。
对，因为其实现在在连庄拦网这边哦，确实也是他们的非常强的强项哦，高度也有，整个在拦网的选手经验也非常好。那在美金龙这边呢，确实要多跑一些一位攻击啊，或者是多运用点战术来骗一下对方的拦网，造成他们一些混乱，才能够打坏他们现在很好的节奏哦。哇，发哥是。发哥当然是目前云林美金龙啊，进攻上面贡献最多的球员啊。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一些的。快攻被拦住，吼吼！瑞恩非常精彩的拦网。看到这一次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吕江耀凯。那现在来到了3比1。强势蹦，好，来看美金龙的这一波，交给小温进攻，哇！还是突破不了，是，尤其像这种修正球，基本上都是4只手拦网包得满的哦，就比较难去突破。那这时候攻击手就要想着，或许可以打一些拦网的反弹球回来，重新制作一个组织攻击搭配哦，会来的比较好一些。弹回来，哦，没办法，所以。如同梦话讲的，那攻击手可能在每一次进攻的时候，要瞬间考虑很多事情，这不一定要一波打死对手。对，球回来之后，我们再做第2波。对，其实像这样的训练都是从训练当中就要去培养的，不能都这种感觉，马上球感要知道。对，训练的时候就要去想着，哎，如果我拦网的手，我该怎么去处理哦，而不是一直都是想着哦，就是用力打。对，以为这个大力出奇迹，用力打机会多。没错，对方拦网更强的。是。吕江耀凯的发球，好，快攻来一个。好，总选让对手啊拦网喷掉，4比5。前排也先有触网的动作啊。哇，完全。构筑了铜墙铁壁啊！我们看连庄这一波是3个人，对，这已经不是只有4只手，这是6只手，对。所以在这么不好突破的状况下，接发球还是要先到位哦。啊，可惜钟轩的发球过长。后排来一个，哇，没办法，对，哇，突然冒出来啊，施朗。现在连庄就是最大的威胁，就是球到位了，到底要举给谁？其实他每一个点都是选择哦，所以在美金龙这边防守确实是要非常的小心去提防哦。攻击点太多了，对，今天大家都是很顶尖的。没错，今天大家状况感觉都是有在线上的，线上的。对，确实。对。轮到贾伟的发球，7比6。
做给施朗还是没有问题啊。那施朗跟这个威义是在气排20年当中啊，唯二在平均每一局得分能够来到5分的球员了。 哇，这在沟通上没有先讲话。对，今天比起来，美金龙是确实是有比较多一些的，都是这种比较个人的失误哦。好，小王飞进来。对。 刚刚先做掩护之后呢，让吕江耀凯是完全没有拦网的机会了，8比8。其实通常啊，这个拦网真的骗到了中间手，剩下1只半哦，甚至其实施朗现在的攻击模式，2只其实也拦不太到他哎，对。他高度大概只有台产的艾尼可以摸得到了。确实。对。 好，施朗打一个软的小正球，好球，温义凯。来看小温这一次的进攻啊，让对方拦网直接喷到的底线界外，比江耀凯差了一些。9比9，俊佑。 小心，小心！还有机会吗？有。好，连庄枪 sport。中轩。对，完全是没有给对方机会的哦。一边施朗一边中轩，我就问，我就问，对。今天的美金农哦，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我觉得是要以守 围攻的方式去面对连庄哦，对，其实他如果有多波的防守下来，再去做进攻，对他们来讲，今天整个气势才会起来哦。施朗发球，11比9。 好，爬过去，修正球，再做一波，给发哥。没错，其实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来回哦，让对方的拦网哦是在一个不是那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去做攻击，再得分比较有机会哦。好，那现在场边提出挑战，碰到标志杆。 观众被提出挑战，挑战项目为触及标志杆。今天连庄在第1局的挑战呢是非常成功。来看一下第2局，这一次的挑战能不能再把分数要回来？小高跟冰箱啊，冰勋啊，对，冰箱。 一边是佑成，一边是小高，坐在一起。哇，中轩雄派啊，真的，中轩今天几次的进攻啊，让大家看得是很过瘾啊。对。好，来看一下，是，对，有碰到标志杆了，没错。 挑战成功。
好，所以我们看到连庄今天的挑战到目前为止啊，都收到了效果，12比9。出界。发哥目前拿了6分，10比12。哇，今天这连庄整个八国搭配哦，比昨天来的顺很多哦。对，因为昨天其实在很多角度上给宗轩球，让宗轩不太好处理哦。不过今天明显稍微调整了一下，以及联董的一些督促哦，我觉得他们今天真的改善非常多哦。今天发哥的手感真的很烫的，前排后排都可以开工。没错，这一次从后排哈亚同样也是拿下了分数啊，得分呢是全队最高的7分。小文目前拿了6分看看能不能马上跟上。小高。昨天没拿了分数，今天要全部拿回来。对，他很聪明的选择了一个直线 touch out。好，右城刚刚最后转成了直线。对，因为其实这个搭配的。其实球没有到非常长到让右城是很好出手，但右城在这方面的处理球又是非常的稳定哦，所以才可以得分哦。后排再一个，哇，直接喷掉啊！哇，石朗今天后排的进攻啊，看的是赏心悦目。是。对，石朗在整个去年到今年哦，整个进步非常多哦。对我对他一开始的印象还跟举拳的搭配还就是有点不是那么的顺畅哦，现在越搭配，整个是已经是队里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了。即使没有布莱恩，我想施朗的一个成长，加上对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他的进攻这个犀利度、把握度都非常好。没错。2分差的比赛，嘉伟发球13比15。这次施朗被拦回来了，希望带动一下美津浓的防守士气啊！没错，没错，对。哇，好球！对，这个拦网对于现在这个比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哦。重点是能够拦住施朗，那信心上的一个加持。但施朗应该会想着，我再跳高，再跳高一点。我待会要把翅膀装上去。是，没错。还有，好，守住了第一波，连庄的机会，施朗飞起来吗？看这个反攻。啊！靠网了！啊呀！可惜对美津浓来说，这个是个呛死。对，整个拦网跟防守都是有到位的哦。哇！直接被施朗压下去了。修正。被灌篮了。对。哇，躲不过吕江耀凯啊！哇，连续2波对于美津浓来讲都蛮可惜的，所以这时候场边喊出了暂停。目前17比14啊，由连庄取得3分的领先。那当然，今天连庄到目前为止每次挑战呢都取得了分数。接发球。
那今天在棋牌20年的第3场比赛压轴啊，金华要跟中仙做这个2连战。没错，但对金华来讲，打的是比较挣扎。那看看经过一个晚上的调整，今天能不能跟中仙呢打出一波5-5波的好球了？没错，绝对是有能力5-5波的，对。法哥在配球方面就多了一点移动哦，那确实在发哥的处理球以及攻势来讲，都会比一般来的2边长球来的有变化一点哦。那对方的拦网也就会移动，就比较不好拦哦。哦，小温啊，打了升龙拳啊，是 Monster Block。希望再把刚刚那股气给要回来，16-17，剩下1分差。哦，发球有破坏。还有看这颗反攻，对，小温来一颗，哇，马上还以颜色。对，哇，连庄这个士气都有盯住啊。小温就比较困难哦，因为其实他的擅长跟他的优势就是把球点拉高打长线哦。那他现在遇到比他更高的人哦，吕江耀凯真的哇，今天是这个连庄的万里长城啊。对，所以他必须还是要更改一下他的打法哦，甚至切动啊等等去更改哦。再一个，哇，然后阿发这边面对又是施朗，怎么办呢？不过这颗球确实也太靠网一些了，对，让他没有角度去出手。包括施朗，包括吕江耀凯啊，连续的拦网封阻啊，确实让美基农这个分数啊追进了，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咬到平手。对。在第2局目前16-19，啊，美基隆还落后3分。凯杰发球，法哥，哇，又被拦住，真的突破不了施朗，加上这个吕江耀凯啊。没错。哇，这一道墙，发哥问天啊！这边又发生失误，哇，那被连庄来到21-16了。对。现在整个都是真的有一道隐形的墙吗？对，每一球都拦得死死的。对，确实在拦网在配球这个部分哦，今天就确实还是要再多想一下，因为今天对方的拦网哦，确实都是非常高的选手，那要怎么去运用跑位来去当做一个助力呢？哇，这也被看回来还有，哇，天哪！好，连庄的 chance ball。
哇，整个攻守联中都已经进入到一个很高峰的阶段。没错，快到我都没办法讲出话来了。哇，刚刚配给钟轩这个球啊，又快又平淡，很适合他的胃口啊。对，非常擅长的一个位置哦，让他都打得很舒服哦。哇，结果突然一阵乱流，让连庄把分数给拉开来，23-16。这时候再把沃斯汀给换上来。再重新组织，再一次，沃斯汀是有了。对，其实就今天美津浓真的要多打一点耐性哦。对，虽然说一定会有可能，一定会被拦回来的，但是你要想的是要怎么去卡吧，而不是想要一颗直接得分，去多制造一些卡吧的这些状况来讲，然后再从这个来回波取得得分，我觉得是他们今天主要的一个课题哦。俊佑的发球17-23。好，那利用这一波进攻呢，再添分数，24-17，连庄在第2局来到了局点。好，那这时候把凯杰给换下来，把哲宇给换上去举球。钟玉上来，包括这个千训也上来。沃斯汀上来，连拿了2分，没错，场边应援团很过瘾啊。对，其实沃斯汀呢，他上来的用意其实就是要多一点的攻击移位哦，但确实他也奏效了。他整个在跑动啊、移动上面是比较灵活的。对，我非常有印象是他曾经的比赛当中有从4号位做一个2号，从4号位移位到2号位攻击哦。哦，这一球角度太大。出了界外，冠州这一波的进攻可惜啊，冠州但昨天打的是相当不错啊，现在依旧是连庄的局点，不过美津浓是连拿了2分。哇，可惜这个发球送分的同时也丢掉了第2局，那第2局的比数是25-19，连庄再下一城，2-0领先了云林美津浓。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好，画面上我们来看一下美金龙跟联庄在第2局的数据比较，但最重要部分还是联庄啊，光靠拦网得分呢就拿了7分啊。那在排球比赛当中，有时候防守得分啊带起来的士气跟效果，比起你攻击的1分来的大得多啊。所以我想联庄呢不但呢武将耀凯跟石朗在前排啊带给了美金龙极大的压力啊，即使比对方多失误1次，但是我想以比数来讲啊，其实没有造成联庄太多的困扰。那接着在得分的分布部分呢，那在第2局我们看到施朗、宗轩跟小高的得分呢还是在前3。那在美金龙的部分呢，当然是这个发哥小温还有瓦斯林上来之后是拿了2分。是，其实，在整个攻击得分的这个分布图来讲，其实美金龙也在努力的在每个点都去尝试哦。对。那我觉得今天其实确实联庄是准备的相当的好，不管是在拦网，甚至是攻击、防守、接发球，整个是面面俱到哦。好，来看第3局场面能不能有所改观呢？哇，一开始的快攻比较要凯，但在第2局让大家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他的这个 Monster Block。对，没错，拦网。修正，又被压下去吗？还有，哇，可惜了。对，就如同第2局其实说的哦，美金龙今天真的一定要以守为攻的去面对联庄哦。那打得有耐心一点，卡把型稍微再多注意一点，
因为毕竟对方拦网好嘛，那我们从卡瓦这边做起。那拦网攻击这边就不要一直往下打，你可以打一个就是比较平飞球啊，甚至是可以造成拦网不是那么定的状况下去做卡瓦也比较好。是。讲着讲着，钟轩这个对又定3米了。没错，今天的钟轩也很凶哎，整个是冷面杀手哎。每次看钟轩的比赛，总是在一场球啊有2、3颗，是这样的一个暴力美学。今天蛮多颗。哇，马包吃掉。连庄好像遇上美金龙都打得很顺呢。那双方本季的第一次交手，其实整个得分的部分75比55是差距蛮多的。那前2局也让美金龙最多是拿19分。19分，对。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气牌就是有点一队克一队哦。对，没错。再看这个吊球，真的不能往死里打。对。动一点脑筋，对，必须的，因为拦网就活生生的都在你的面前哦。要耍一点心机，对，至少也要扰乱一下对方的防守阵型哦。还有修正，这次的修正攻呢，被美金龙给守了下来，双方3比3。来，8-9-15。同样长了一些哦。对，石朗后排来一个，还有机会吗？带不回来啊。对，有点可惜哦。对，还是不得不说，其实连庄石朗这边哦，虽然攻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不得不提一下他的接发球哦。每个人其实也会找他发，但是他现在接发球的稳定度是一直都有的哦。对，刚刚就是他接发球之后的后排进攻。对。直接喷掉钟轩的发球得分。好，分数要咬住啊，美金龙。好，发哥找到中洞。嘉伟下来换上右神。对，感觉在嘉伟这边可能有一些状况哦。对，刘庄的快攻配合，我感觉嘉伟的手指是不是有一点小伤？是，对，但应该不至于有流血，对，破皮了，对，赶紧先做一个紧急处理。对。右身的发球，修正球，交给石朗。
这一球硬打还是没办法，前面就是世朗跟吕坚耀凯，这是今天连庄在拦网方面最强的搭配了。对，这个确实是有点太勉强的处理球哦。好，是网。世朗进攻被守住，看这看个梅金龙的这一波，还有，哇，这个斜线还是由世朗把分数给要走，是。啊，有摸到球的关系啊，10比7。好，打了他球。对，其实现在第3局哦，梅金龙应该要先以发球来这边先破坏对方的一个接发球哦，然后再来做一个可能对方的修正球的防守来做一个反攻，他们在得分几率会比较高哦。中旋，哦，这一球还是摸到了。世朗今天的得分又逼近到20大关。哦，转成直线，小温突破。9比11，发哥。哇，今天他们昨天可能已经有抱的，稍微有互相讲话，所以今天做给中轩的球舒服很多。对，没错，跟昨天比整个差太多了。就昨天整个像中轩在打的时候，有时候会被挤到，甚至有时候太长等等的。不过今天整个搭配上是非常的好哦。可惜，对，落在了界外，瑞恩，好把角度打得太开了一点。好，现在连庄13比9，4分领先的云林美金龙，所以美金龙场边喊出了暂停。好，沃斯汀一上场，场边又响起了欢呼声。没错，沃斯汀在第2局一上来是有拿下了2分。快攻，他球。景威这时候上来替补，小温下来休息。小高航空，对。确实哦，现在梅金龙在拦网哦。
一刻也不敢放掉自己眼前的那一个人哦。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在拦网的时候，确实也会去判断说，哎，感觉这个人可以先放掉，我去专心去顾另外一个。但是现在美金龙是没有办法去放掉任何一个人。还有美金龙，他们反攻，再打一个，顶高，洪博的。 这个在反攻的修正，凯杰这边稍微有点可惜哦，有点太靠网了一点。好，君佑再上来。这一次小高直接用力锤了，大斜线。 好，关州上来，小高下去休息。直线进攻被守住。 稍微有点可惜一点哦。对，搭配的失误啊。是。嘉伟现在这个食指是有包扎的一个状况。对。发球失误，冠州。 右身的发球，12比16，守得精彩，再一颗，前一波是东轩啊，第二波是施朗，对。好，终于上来把李江耀凯给换下去休息。滨江的发球，啊，在搭配上有点问题哦。对，没有在最高的或最舒服的一个打点的位置，太平了，直接喷掉，形成了界外，18比12。场边美基龙再度寻求暂停。 靠他也可以。需要你的锁头功能。不要怕。好怕了。踩低不能跳。加油啊！加油啊！不要受影响啊！对。 最近的5分当中啊，美金龙只拿1分哦，所以现在的分差又稍微被拉开来，18比12。对，应该是判断在攻击手虽然是touch out， 不过应该有达到攻击手哦，所以应该是形成了一个 touch out。啊，发球失误啊，可惜了，林勋。
成功了，俊佑。来看一下这个单人拦网啊，终于是无法突破，俊佑非常的开心啊。 发球破坏了，是美津浓的机会，看这一波沃斯汀，哇！是，其实沃斯汀真的跳得很高哦。那我在想，稍微给他的球位置其实也 OK， 但是沃斯汀可能跳起来，对方的拦网也跳得慢啊，所以他也看不到对方的手。 威，这时候把泽宇换上来，凯杰下去休息。在有5分的优势之下，连庄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没错。好，陈勋来接替施朗。博廷是来接替宗轩。是。 看看梅津浓可不可以把握这一波的攻势哦，稍微多要几分。搭配上确实对出现的一些小状况啊，所以利用连庄在 hit 上来之后，开始还没进入状况的时间点，赶快抢分啊！赶快，没错。 这时候连庄只要特别小心喽。哇，还有抢 spot， 老二，还有再压回去，再来，沃斯汀垫高，直接 K。 被拦回来，好，这是美津浓的 chance ball， 一支有啦，金威连拿了2分，那现在美津浓追到剩下3分差，场边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云林美津浓持续追分当中，也有连庄是第2阵型的情形之下，看看能不能让第3局产生一些变化。对，看比数能不能够超前哦。对，还好这个暂停过后拿回分数。博廷，这个暂停回来呢，帮球队先止血啊。没错。再救吗？来不及。 在这个时间点呢，金威成为了美津浓的得分主力了。对，几波攻势都是他接2连3拿下分数的哦。沃斯汀，这把球，哇，你有金威，我有博廷啊。博廷对。
是。好，现在打出信心来了，那各种得分的方式、手段呢，都能够施展开来。对。冠州在昨天小高状况不好情形之下，他上来呢是做出了蛮大的贡献。是。23-19，普丁发球，哇！好，看看美津浓能不能盯住哦。20-23。又接喷了。对，其实冠州这边很聪明哦，也是打了一个拦网的穿越的中洞球哦。冠州连续2波的进攻呢，都顺利的收下分数，同时也来到了赛末点。好，冠敏也上来。那现在24-20啊，连庄有4个赛末点。冠州的发球力道过大，是想说的最后1分 last 就用力吹吹看，对，真的用力吹。对。右身。好，美津浓来看这一波的进攻。touch out，touch out， 好球，好球 ，one speed。哦，喊暂停了。没错，连庄这边喊出暂停哦。看看是不是还是交给第2阵型来关门。那今天整个得分部分呢，世浪跟中轩还是2大得分主力哦，拿下22分跟12分。那吕江耀凯拿下8分，但是今天吕江耀凯在拦网的得分上面的表现非常的出色。那当然在美津浓部分呢，阿发拿下了11分，那小温拿下了10分。那小温10分是今年他这个赛季目前单场得分最低的一场球，对，所以今天小温没有完全打开来，也让美津浓真的是陷入苦战。是。上一次小温面对连庄也只拿14分，所以那场比赛最终美津浓也是以比较大的分差败给了连庄。连庄，你看这一次的进攻再被拦回来吗？落到了界外。好，所以我们看到连庄的第2阵型呢，还是顺利的关门成功，在第3局以25-22拿下，连续2次面对云林美津浓了，最终都是以3-0击败了对手，也恭喜连庄获胜，目前是取得3连胜的状态，而美津浓落败之后呢，也终止了3连胜。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赛后访问。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Bro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
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在赛后访问呢，当然请到教练以及吕江耀凯还有小高来到我们的这个赛后的访问。那先请他教练谈一下，昨天其实打得很辛苦嘛，打了5局大战才击败了彰化三大有限。那今天打得相对轻松，那感觉今天不管是举球人跟攻击的配合是做得非常到位，另外防守也是今天获胜的关键。谈谈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从一开始的发球设定都有很到位，那发球完之后，接着拦网我们也拦了很多颗，对，就是整个设定上
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您听到了，就是整个我们防守反攻的得分其实是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打得相对的轻松，可以赢下这场比赛。这样是，那当然还是要谈一谈，因为昨天整个队形一开始第一局是比较混乱，那今天如何在比赛的一开始马上进入状况？那赛前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来提醒球员们？其实就是从接发球开始嘛，我们其实接发球就是一直不断的给选手自信啊，因为我们其实只要有接得起来，我们多点开花的情况下，包含我们的拦中手其实是很有威胁性的，所以会导致说，只要我们接发球就是一直有分配好，那状况调整好，基本上我们整个团队战力是会非常强的。这样没错，那当然今天对上美津浓当然是打得相对轻松，连续2次面对他们都是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恭喜。那我们来访问一下小高，那昨天其实蛮多球迷很好奇。到底怎么了？昨天一开始其实好像打得不太顺，那上场时间也不多。那昨天是你本季第一次没有在单场拿下分数，但今天感觉校正回归了，反弹回来，常常谈一谈这2场的一个转变。其实昨天在开赛的接发球其实到位率比较不好，然后加上可能一颗前排跟一颗后排失误嘛，对，那可能就是想说换那个林冠洲上去，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局面。那冠洲昨天表现也非常好，对，没错。那就想说，就让冠洲继续待在场上。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我随时待命这样。OK。对，那今天因为是对到美津浓嘛，那主要还是要以因为他们昨天表现非常好，打的也相对轻松，也是3比0过关。对，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看重这一场。那我也是开局一开始的时候，我接发球也不太顺。对。那教练团跟张宇亮，我们就一直在调整，不断调整，然后最后调整好以后，接下来什么都顺了。这样是，所以你觉得今天整个攻守团队的表现如何？但进攻包括你啊、宗轩啊，还有这个施朗是一个铁三角，你们的得分还是队上的主力。但是扣除这2位之外，你今天加入战局，是不是也让这个团队是赢得相对轻松一些？如果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跳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打每一场比赛都会相对来的比较简单一点。是，好，恭喜小高今天好表现。那最后来访问一下耀凯，但今天耀凯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不是你的快攻，而是你今天的拦网啊，像今天好像成为了这个连庄队的万里长城。那谈一谈今天怎么抓对方攻击的这个 timing， 那能够做出这么好的一个防守？其实应该是因为昨天吧，因为昨天打了5局，然后自己回去看一下比赛内容，发现就是说，我在拦网上的一些缺失，那就是今天我尽可能把它改善过来。是对，那在适应好美津浓的整个攻击节奏之后，渐渐的从第2局就看得出来，他们的整个他们的攻击的节奏的战术都被我们设定有抓到这样子。尤其在第2局啊，几波连续的拦网防守成功，也带动士气，是不是有时候防守的魅力或带动的一个效果是比攻击1分还要来得更巨大？就其实对我们来讲啊，拦网其实能拦下1颗，就对相当于我们是2分呐。对啊，所以当你拦下1颗，等于是说我们后面队友可以省掉很多体力。是，我1个人可能换3个人体力，因为我们毕竟要看接球、举球、攻击，那我1个人就把这3个人做的事情，1个人配掉3个。对，对，所以如果每多拦1颗，我3个队友就可以比较省1颗球的体力。所以今天对自己的表现应该算满意吧？这应该就是我这一季的目标了。其实就是在这一季，我比较希望是去表现出我在拦网上的表现。好，那我想这一场比赛应该是达到你想要的成果，也恭喜。也还没啦，这是还在努力。哇，这很谦虚。但如果每一场这个吕江耀凯都有这样的表现，我想对于连庄来讲是相对轻松很多了。小高点头如捣蒜了，应该也很有想法。因为他拦到，我就可以少接1次发球，所以要多拦一点，我就不用一直接球了。是。好，希望吕江耀凯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照此办理。那包括教练团也可以比较轻松，啊，包括小高在攻击上面也可以更大胆的发挥。那当然也恭喜连庄在这个weekend 呢是取得了2连胜。那我们再把现场交给梦话。好，那今天也非常恭喜连庄拿下本场胜利哦。那当然还是要提到一下，连庄今天其实在各项都好，不论是在小凯这边的拦网啊，甚至是小高的接发球有调整过后，今天连庄的每一个点的发挥都是相当的稳定哦。那在美津浓这边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不是打不好，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连庄的设定都设定的非常好，
使得在美津浓在得分状况上就可能比较辛苦一些哦。那我觉得美津浓这边可以调整一下，他们或许可以先以破坏对方的接发球来为是一个重点，然后再来做一个很有耐心的，甚至是卡吧等等的这些反攻来讲，来对他们来讲会得分来讲会比较来的优势一点吧。对，因为他们如果想着要1颗1分的话，我觉得要从连庄那拿下1分，我觉得太难了啦。对，那当然这场比赛对于美津浓来讲比较可惜，因为他们赛前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峰的状态，13连胜，而且没错，在昨天面对到桃园台产是打得相当的精彩。那没想到遇到连中，我想不管是队形或经验上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所以我想这一场比赛的落败对于美津浓来讲，在经验上应该有更多的吸收。没错，因为今天连庄的设定每一项的设定都太好了，对，所以我觉得美津浓这边可能又是有一个新的一个设定跟目标吧。对，我就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今天就是可能被连庄设定的这些目标来去做一个反省。对，确实如同刚刚梦话所说的，让美津浓经过这场比赛之后呢，希望接下来再遇到连庄能够打出更精彩的好球。那当然，在看完了美津浓跟连庄的比赛之后呢，下一场比赛为大家送上的将会是彰化三大有限要来面对桃园台湾产险，同时也是彰化三大有限的主场日啊，所以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转播。好，那当然今天比赛非常恭喜连庄击败了美津浓，也取得了3连胜。那我们的转播工作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李敏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迷梦话，祝你顺心，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棋牌20年再会了，拜拜，拜拜。